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软件是在正压加气混凝土行业的一款软件，它是一个生产信息的仿真系统。那么这款软件呢，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版本的开发，包括一些参数的调试也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模板呢是基于昆明的一家生产工厂，叫做嘉鼎博石。那包括软件内部展现的一些机械设备以及一些数据来源都是来自于该家工厂。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软件的一个使用情况。首先呢，你会进入到这款软件的一个登录界面，你可以看到会有用户名和密码。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能呢？是因为我们会遇到很多客户，他在全国各地都会有自己的工厂。那工厂与工厂之间会存在着一个布局的差异，以及一些设备型号的差异。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不同，你最后调出来的一个仿真模型就会不同。除了这个登录功能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按钮，这个按钮会弹出一些参数，这些参数呢是我们厂区内部的一些机械设备的运行速度以及一些时间的一些参数，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调整。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管理人员有些时候需要去判别两个方式哪一个计划会更好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进行一个参数的调整，然后得出一个仿真结果，所以然后进行一个比对优化，最后做出我们的相应的决策。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些参数都是可以去修改的。那后面呢，我们也会陆续的去根据客户的一些要求加入一些新的参数，这些参数呢可能更加会帮助我们的工厂进行一个更准确的生产。这个地方我就先登录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用户名和密码出错的话，是没有权限看到我们的模型的。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呢，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左边的是一个排产计划单展现的部分，以及右边的是我们的一个三维仿真和二维仿真，以及我们分析视图图表展现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先说左边，左边又大致可以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上面你会看到一些按钮，是关于我们数据的一个输出以及输入。那么下面呢，会是一个我们对数据进行一个增删改的操作。我们左边的这个表单呢，它是自己内嵌了一个最优化排产的一个算法。我们的工作人员只需要把数据导入进来，导入进来以后，它就会帮我们计划出对于我们当天来说最优的一个生产计划表。那现在我就把这个些数据通过这个按钮给导入进来。你可以看到这里会出现上下两个部分，一个是板材信息，下面的是一个气块信息，也就是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个数据导入，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完成一个拼垛的操作。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去选择，也可以就是进行手动的输入，或者这些地方你都包括强度、槽口高，你都可以进行一个人为的选择。我就不进行一个展示了，这些都是我前面匹配好了的。那点击匹配功能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数据表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数据表呢，是可以进行一个放大操作的，这样你也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数据。你看到这里大概刚才显示的是有41行数据，那我们可以先拿出一行来看，比较重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组合，因为你的拼垛肯定是有一个板材与板材或者板材与气块的组合的。如果说是以这样的一个横线，那就是板材；如果是这样的空着的小方框，就代表我们的模箱后面是有空余的。以及下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像正方形的小方格，这样就是我们的气块。我们可以把这个行数据移下来看一下，就以第17行数据为例，17行数据是有一个拼垛这样的一个行为存在的。那第一垛的话就是我们的板材，它大概长是4600，那么后面紧跟着的就是我们的气块，气块的话它是一个200的气块。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计算机自动帮我们匹配出来的。那板材与板材之间，我们现在设置的间隔是200，后面也可以进行一个调整。
这个数据表单出来以后，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它觉得不是特别满意的话，我们也可以人为的进行一个增删改的操作。增加就是你可以添加一个新一行的数据，然后把各个参数输入进去，或者是我们选中某一行的数据，比如说第3行，你对它进行一个修改也是可以，或者是一个删除的功能。那我们也会考虑到一个生产顺序的问题，所以你选中第3行数据的时候，它会跳出这样的一个上下箭头，你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行的一个移动的。移动完了以后，最后就会影响到我们一个生产的一个顺序的问题。除了标注表单，我们还有一个切割表单。切割表单呢，也是同样可以使用增删改的操作。它最后的切割表单的一个实际的原理就是，我们如果有库存我们可以用大版改成小版，我们肯定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原理。你看第一行数据就是用5750的一个版改成了5740，一共要改4块。那第二行数据就是5420，就改成了4790，改3块。那介绍了下方的增删改功能呢，我们看到上方还有3个按钮，我们没有进行讲解。第一个按钮呢是帮助我们进行数据的导入，我们刚才已经使用过了。那第二个按钮呢，也是一个数据的导入，但是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他在外界的 Excel 表上已经做好了一个排产计划，那我们可以直接通过点击这个按钮，把它做好的排产计划直接导入到我们这个系统当中使用。那第3个按钮呢，是一个数据的输出按钮，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已经通过算法写出来的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通过第3个按钮直接导出到外界的 Excel 表当中，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个时候它会自动的帮我们跳出一个 Excel 表。刚才的这些数据呢，就是我们自动生成的，通过我们的算法，那你可以把它打印出来，也就是可以交给我们现场的一个生产部门，有助于我们履约部门与生产部门进行一个对接。那除了这个表格呢，你还看到前面有一个板材生产的数据以及7块的生产数据，这2个数据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库。我们的销售从外界接到一些订单以后，他会把订单放到这个表格当中。那我们下次再去跑算法的时候，就是从这个里面去抽取数据来跑一个排产计划表。那包括这个切割表单也是在里面的。那除了这个3个按钮，还有这个2维码的按钮，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入库和出库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可以就是点击这个按钮，它就会帮我们把我勾选的这个第37行的数据以一种2维码的格式进行展现。你可以去扫描一下，就我们把这个2维码打印出来以后，可以贴到我们的成品上，然后进行一个入库或出库的操作。如果说我们在工厂内部加入一些扫码枪或者是一些图形的识别2维码的一个识别机器的话，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我们出入库的系统。那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板材它位于工厂的哪一个位置给记录进去，我们在出库的时候就比较好去查找。在我们完成了左边这个排产计划单的填充之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开始生产按钮，我们就可以看到右边会跳出一些2维的视图以及一些分析表格，那也会出现一个3维的视图，我们只要点击上面的这个按钮，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工厂的一个实时的一个视角，然后它会根据我们左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顺序进行一个生产。那我现在因为它没有出现模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是一个实时的1秒钟1秒钟跳动的。当我把这个仿真时间加速到一个500倍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是有模箱浇筑完成以后出现，那它会进行一个静养。那我们回到2维的视图当中，我们去点击这个模箱，你可以放大一些，实时的看到它现在正在生产的这个模箱是什么样的参数，以及
我们对照着左上角的这个时间，可以看到它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会到工厂的什么位置。现在它开始出来了，然后进行我们的一个翻转的一个脱模的操作。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软件当中实时观察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在登录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参数的设置。你参数设置的不同，也就会导致我们静养的时间以及传送带的时间，包括我们调的时间都会有一些不同。这也就有利于我们的管理人员他去对比不同的生产方案，会对我们的现场会有一个怎样的影响。那我现在把速度加到最快，我们看一下生产完左边这样的一个数据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那现在它就已经生产完了，你看时间是停留到了7月1号的10点。那除了2维和3维的一个展示呢，我们后面还会加入一些分析视图，因为左边和右边是一个被贯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得到的这个模型呢，也就可以帮我们去验证各种各样的一个生产计划单，可以看一看它具体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有助于我们去做一些决策。那我们后面会加入一些评价参数。这些评价参数呢，会帮助我们去分析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些时间，以及各个工位会花多少时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分析去找到一个生产的瓶颈，或者是一个工厂它最大可能的一个生产能力。如果说我们有一些需求，比如说我们在建一个新工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仿真技术去做一个现场的布局。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工厂根据不同的布局方案动起来，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节拍。那我们在做一些工厂的规划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到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去做这些事情。